公元前258年，赵国的天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长平之战刚结束，40万赵族被秦将白起活埋，尸骨未寒，邯郸已陷入风声鹤唳。秦国大军乘胜追击，围困邯郸，是要一鼓作气吞并六国中的又一枚棋子。而在此生死关头，所有诸侯噤若寒蝉，没有援军，没有支援，连一封书信也无人回信。可就在这万籁俱寂的沉默里，魏国的一位贵族悄然登场。他不是大将，却能调兵；不是国君，却敢对抗秦军。他就是信陵君无忌。此人不以权贵正人，却以礼贤下士闻名天下。他的门下宾客3000，个个奇才异士。11年间，魏国之所以无国敢犯，靠的不是国防，而是他这个贤人。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比戏剧还曲折。盗取兵符，刺杀主将，兵发邯郸，只为救一座孤城，一个燕青，以及战国最后的底线——道义与人心。故事从这里开始。公元前258年，秦国加快了吞并六国的脚步，战争变得越来越频繁。借着长平之战的胜利，秦国进而围攻赵国的首都邯郸，希望能一举拿下赵国，再吞并其他五国。赵国形势格外危急，其他各国畏惧秦国的兵力，都不敢出兵支援。当时的魏国和赵国接壤，两国之间又有婚姻关系，所以赵国派人到魏国请求支援。对于魏国来说，赵国一旦被攻破，那么魏国也难以自保。但当时的秦国国相范雎曾经被魏国国相魏齐投入监狱，几乎屈打致死，所以他对魏国格外憎恨，派秦军攻击魏国。魏国已经自顾不暇。魏国有位公子无忌，是魏安西王同父异母的弟弟。魏安西王上台后，封他为信陵君。信陵君为人和蔼，礼贤下士，只要是有才能的人，他都以礼相交，从不因为自己身份显赫而怠慢他人。久而久之，方圆几千里的士人都知道了信陵君的名字，争相前来投靠，他的门客高达3000人之多。由于有信陵君在魏国，他又有这么多有才能的门客，所以长达10几年都没有一个诸侯国敢来侵犯魏国。魏国有个70多岁的隐士叫侯嬴，被人尊称为侯生，在大梁仪门做守门人，生活困难。信陵君听说了他，带着礼物前去结交。侯嬴不接受，说我几十年来都重视节操，不会因为生活清苦而接受您的财物。信陵君于是专门为他摆了酒席，请了很多宾客。宾客全部到齐后，信陵君才亲自驾着马车，把左边的上尉空出来去迎接侯生。侯生毫不谦逊，撩起衣服直接上车，坐到左边的座位上。他一边这么做，一边观察信陵君。只见信陵君表情谦和恭敬。侯生又说：“我有个开肉铺的朋友，就在街市上，委屈您路过那里的时候，让我顺便拜访他。”信陵君就亲自驾着马车来到了闹市上。侯生下车去看他的朋友朱亥，故意站在那里东扯西扯，暗暗地观察信陵君。信陵君的表情更加平和恭谦。这时，信陵君的厅堂里坐满了王侯将相，只等他回来开宴。闹市里的人看到信陵君，纷纷前来围观。信陵君的随从都在小声抗议，说侯生不识抬举。侯生偷眼看信陵君，只见他面不改色，仍然恭敬谦和，这才和朋友告辞上了车。宴会上，信陵君把侯生带到上座，一个一个地向他介绍在场宾客，这让宾客们很是不解。宴会到高潮，信陵君走到侯生面前向他敬酒，侯生这才说：“今天的事就是侯嬴给公子的回报，我不过是个看门的人，公子却降珍于贵，亲驾马车来接我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也不该去拜访朋友，公子却答应了我，还站在那里等我。我故意这么做，观察公子的态度。”公子的表情却越来越谦和，这让大街上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小人，而您是个君子，这都是为了成就公子的名声啊！信陵君深为折服。宴会结束以后，侯生就成了他的上等宾客。侯生又说：“我今天拜访的朋友是屠户朱亥，他很有才干，但不能被世人理解，所以才隐身在闹市中做了屠夫。”
信陵君于是前去拜访朱亥，去了好几次，朱亥却来而不往，不回访信陵君。信陵君不知何故，纳闷极了。这时候，赵国兵败，邯郸告急，赵桓的弟弟平原君娶了信陵君的姐姐。平原君屡次写信向魏王和信陵君求助，魏王让将军晋鄙带10万士兵赶去支援。秦国派人威胁说，秦国拿下赵国不过是时间问题，现在谁敢出兵支援？一旦打下了赵国，第一个就去攻打他。魏王害怕，忙让人前去阻拦晋鄙，以支援赵国为借口，停在邺城，前后观望。魏王不出兵，平原君派人接二连三来找信陵君，责怪说：“我之所以愿意和公子家联姻，就是因为觉得公子高风亮节，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不会做壁上观。现在邯郸马上就要失守了，魏国却不派兵，公子的高风亮节哪里去了？更何况公子就算不管我，难道连自己的姐姐也不管不顾了吗？”信陵君听了，日夜思虑，带着门客想方设法请求魏王出兵，但魏王畏惧强秦，始终不听。信陵君见魏王态度坚决，知道此路不通，于是决定自己带门客前往支援，与赵国同生共死。他们一行路过沂门，看到侯生，就把情况告诉了他。告别的时候，侯生说：“公子尽力吧，臣不能同行。”信陵君走了几里，越想越不快，问道：“我对侯生还不够好吗？天下人都知道我是怎么待他的，可现在我就要去和秦军决一死战了，他连句送别的话都没有，难道是我做的还不够吗？”于是调转车马回去找侯生问个明白。侯生已经等在那里了，见到信陵君，笑着说：“我早知道公子会回来。”信陵君诧异，侯生又说：“公子爱才，举世皆知，现在遇到困难却想不出方法，只能和秦军硬拼，这和把肉扔到老虎嘴里有什么不同呢？如果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，这么多门客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公子对我这么好，您要走了，我却不送别，我知道您一定会觉得惋惜，回来找我。”信陵君恍然大悟，忙向侯生施礼，请他出谋划策。侯生等所有人都退出去，才说：“听说魏国的兵符就放在魏王卧室里，最多蠢的嫔妃如姬每天都要去那里。又听说如姬的父亲被杀，如姬想为父报仇，3年都没实现，是公子派人为他报了复仇。如姬想报恩，万死不辞，只是找不到机会。公子只要开口，如姬肯定答应。拿到兵符就可以执掌军权，援赵退秦，这对其他的5个国家也是大功一件啊！”信陵君按他的话去做，果然拿到了兵符。临上路的时候，侯生又说：“请让我的朋友朱亥和公子同去。”公子独自带兵符前往，晋鄙不一定相信，或许会向魏王求证。他如果听您的当然好，如果不听，朱亥可以杀了他。信陵君一听落下泪来。侯生不解，问：“公子为什么要哭？难道是怕死吗？”信陵君回答：“晋鄙是个老将军，如果不听我的，就要被杀掉。我是想到这里才会哭的。”信陵君前去邀请朱亥的时候，朱亥说：“我不过是个屠夫，公子却几次前来看望，我没回访，是因为觉得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现在公子有了，正是我报答的好机会啊！”说完，欣然同往。信陵君又去同侯生告别。侯生说：“我本该和公子同去，但是年迈体衰，上不了路。我会计算公子的行程，在您赶到晋鄙军营的那一天，面北自杀，以此送行。”信陵君赶赴邺城，见到晋鄙，以符为凭，要求带领兵马。晋鄙不信，说：“率领10万兵马可是重大的责任，大王怎么会让您单枪匹马的来取代我？”朱亥见状，拿出藏在袖子里的铁锤，把他当场锤杀。这一天，侯生果然面北而死。信陵君于是得以带兵援赵，解邯郸之急。秦军退兵后，赵王和平原君亲自前来迎接，信陵君切符就赵。
赵王很感激，对他长鞠两躬，说：自古以来，没有谁能比得上公子您的贤德啊！就连平原君也说自己比不上信陵君，一个不握兵权的公子，一个卖肉的壮士，一个白发守门人，凭一纸兵符，一锤一策，硬生生的从虎口揪出一座城。信陵君的名字也在这一役之后云载史册。